嗨，大家好，我們湯澤進入你的世界。我們今天呢又來。今天來到農地呢，這邊有個歡迎入內拍照採摘欣賞，所以我們就採集一些向日葵。向日葵的葉子啊，還有它的那個花種子都是可以吃的。對，那我們今天就採集一些向日葵回去。然後在這邊呢，發現了很多的這個很小的北水苦麥，它的嫩苗呢是可以食用的。但在食用之前呢，必須先過水，減輕它的苦味。之後呢，就可以涼拌、炒食或煮湯。我們今天呢，會採集一些回去。現在看到的這個植物呢，是叫做石龍瑞，它是一種毒草，可以通過攝入它的汁液或者接觸中毒。但是它少量使用的話，也是一種藥用植物，不要把它當成水芹菜了哦。唐葛菜呢，它又稱為印度罕菜，是一種藥用植物，在民間呢常作為野菜食用。那揉碎它的葉片呢，會有一種類似芥末的味道。而且你看它前面這邊哦，長滿了一大片的狗尿菜，這個超好吃的嘞！除了向日葵之外，旁邊都是狗尿菜。小葉梨就是我們上次吃的狗尿菜，那它的背後也是這樣灰灰的，它說灰灰菜的一種。那農村它都會用這個來餵豬啊，然後現在這個也是拿來餵豬的，就是農村餵豬的野菜，其實人也是可以吃。好，找到這個灰綠梨，它也是一種灰菜啊。然後它就是在農村也是拿來餵豬的，它本身也是一種很好的野菜。那它跟那個小葉梨一樣，是梨科的植物，葉片後面也是綠綠的，這應該蠻好吃的。那我們就來採集了。我們在這邊發現了很多的羊蹄，在水溝裡面長了非常多的羊蹄，我們也採集一些回去試試看。這小長得非常好。哇！然後它的花呢，就長這個樣子。現在看見的這個羊蹄草，它是一種常見的野菜，可以做成湯品或是炒食。那它的草酸較高，所以必須使用不要過量。那它本身呢，也是一種藥草，但是需要煎服。在這邊呢，找到了鼠麴草，就是黃花的這種是比較好吃的鼠麴草。那我們上次採的是鼠麴臼，就是那個慈葉鼠麴草。那這次這個黃花的呢，就是鼠麴草本身的。那我們就可以來採集，試試看它味道怎麼樣。那它這個就是叫做清明草，因為它就是在清明節前後會長出來。綠狗尾草呢，它又稱為穀油子，它是禾本科的植物，也是小米的祖先。那它是民間常用的草藥之一，通常呢會採取它的根部來曬乾煮水，
補充礦物質，但它比較涼性，所以不能大量飲用。那它與民間常用的九尾草，就是豆科的通天草，它是兔尾草屬的，是不同的植物。通天草呢，一般是有人種植的藥用植物，比較少在野外能夠找得到。那我們今天也採取一些回去煮茶試試看。那這就是我們今天在田裡採的野菜，它的體積非常的大，你就可以看到整個桌上都是野菜，但是那裡面也很多土。那首先呢，這個灰綠藜呢，我們會直接把它整理之後拿來清炒。然後這邊呢，還有一些北水苦麥，我們也是拿來清炒。那這裡呢，就是在田裡面採的向日葵，我們會把它的花瓣呢，跟它的那個花序拿來做花茶，然後它的花朵呢，會直接加鹽跟油來燒烤，試試看它的味道怎麼樣。然後這邊的糖葛菜呢，會直接拿來炒菜，看看它這個炒菜起來的味道怎麼樣咯。然後這邊也有羊蹄，羊蹄呢，它算是一種酸味的蔬菜，我們會把它拿來炒蛋，然後加一點糖，看看酸酸甜甜的感覺。那這裡呢，就是鼠曲草，我們會直接把它拿來當菜來炒。好，然後最後這邊呢，這邊是綠狗尾草，聽說它會有不錯的香味，所以我們應該會拿它來煮茶。好，那今天的野菜就這邊有7種，那就一起來料理咯。這個綠狗尾呢是要用來煮花茶的，所以就大概修整一下，不要有土就沒有。啊，不管它老不老都沒關係。那我們就整理成這樣子，小小的一點點來煮茶。再來我們要來處理這個大羊蹄。好，再來就來處理我們的糖葛菜。好，再来就是灰綠藜。那它跟狗尿菜一樣，做法是一樣的，就是直接清炒，但是也要把它整理一下，因为它体積蠻大的。像這種植物叫做灰菜的原因，就是它的葉背就有點灰綠色的。那它跟狗尿菜一樣，都是屬於灰菜的一種。我主要也是採取嫩葉來吃。那在農村就看到這些東西，農民有留着它，很多都是拿來當成飼料餵豬啊、餵雞、餵鴨的。我們的鼠曲草，再來就是我們的北水苦麥。接下來要處理最麻煩的向日葵。向日葵的部分呢，我會先稍微洗過之後，然後把花瓣、花序整個分開來。那花瓣跟花序的部分呢，我會直接拿來處理花茶。然后怎么吃它？我看他们是用刀叉或剪刀的。我再下一點胡椒看看。香哎，好像是向日葵的味道。那這樣子好像有點香哎。金針花耶，哇，好香哦！這可以哦。对啊，喜歡那樣。這要加點糖哦，因為它聽說是酸的。這次就不做超花粿，直接拿來炒。
以可能是煮的，不確定。這個呢，就是我們的糖葛菜，炒起來都一樣。哦，好像很軟，好像很好吃那個，新的感覺，好像蠻好吃的。好，那我們這一次呢，又煮了更多不一樣的野菜，也煮好了，我們又要來試吃。不是，我們這次還有那個很獵奇的，就是把花變成現在你前面看的樣子，对，有點恐怖。這個，对。好，那我們就先喝一個很奇怪的花吧。對，我們來喝一下向日葵，很漂亮的向日葵，來喝喝看。对，把向日葵拿來喝。但它有一个它的一个，我觉得不是糖的味，虽然有加点糖，但它有它的一个淡淡的向日葵味，对，有一个淡淡的味。可是喝到尾韻是會苦的，它尾韻會有點苦苦的。一開始覺得還好。向日葵的那個花藥的部分，這有點恐怖，我就覺得好像海膽還是。而且我們有用那個鹽啊、胡椒啊、油啊去烤它，對，很香哎。對，聞起來是很香。我想說應該會有那種葵花籽的感覺，因為它畢竟是培養葵花籽的地方。但是我覺得它下面這樣黑黑的啊，很惡心。但是聞起來是很香的。我要吃了。好，吃。先吃。吃花，吃花。我唔知我在講啥。我剛剛吃那個向日葵的時候，它味道蠻獵奇，因為它那個花藥的地方其實是有一個香味，然後就讓你覺得好像拿白花油淋在上面，然後或者綠油精那種東西，然後有點詭異，就是香水味太重，所以我才覺得不好吃。對，香水味太重，然後它的那個綠綠的地方又跟苦苦的，對啊，我不敢。然後就好像香水味重的，然後又苦苦的，然後那個味道我覺得蠻詭異的。不要。然後它的那個中間的那個種子的部分哦，它會有一點點葵花籽那種油脂味，這個味道是香的。對。對，然後我覺得它算是一個蠻奇怪的食材，或許但如果長大的話，後面是會有葵花籽。會有葵花籽，它葵花籽就會從那個花藥那邊，就長大像結果實這樣。它其實那個你看的向日葵哈，其實你覺得它是一朵花嗎？對，其實不是，它是成千上萬朵小花，然後聚集在一起變成一大朵花，所以它裡面有非常多小花，啊，每一朵小花呢，長大之後就會結一顆葵花籽。對啊，會不會有可能是我們看到那個中國網友的那個節目，也許它那個花是比較老的花。我看你看它很大朵呢。嘿，會不會它是比較老啊？所以那個葵花籽長大了一點，更好吃，所以就比較好吃，也許啊。對，也許我們摘的熟度不對。如果有網友吃過，可以跟我們講一下。對啊，跟我們分享一下。葵花茶我覺得還不錯啦，因為葵花茶喝起來有點像淡淡的那個菊花茶的感覺，我覺得他們兩個很像。有嗎？對，很淡。啊，也許是因為我們沒有曬乾，所以它的味道出不來。我們來喝點狗尾草茶，這是綠狗尾草，它跟我們那個狗尾雞的那個狗尾草不一樣。聞起來是菜味的，慘了。會不會翻車呢？它是小米的祖先呢，你知道嗎？聽說味道蠻甘醇的，我是聽說。它蠻渾厚的。渾厚。但是它沒有什麼味道。渾厚，你喝看看。我覺得它沒什麼味道。沒什麼味道，但好喝。但尾韻有一點香水味。香水味啊。還不錯啦。可是我看網絡上啊，就是他們就是說這種綠狗尾啊，就是蠻多功效的。基本上我看到5大功效，所以不要告訴你們。有興趣的話自己去查。對，好，我們來吃菜了。對，那我們來吃吃看那個比較奇怪的好了，羊蹄。羊蹄加蛋，然後我們還加了糖哦，因為它感覺是酸味蔬菜。
所以加糖又加蛋又加鹹這樣。而且它的顏色好深哦。對，它煮完之後它會合化了這樣。好啦，好，吃飯咯。給你吃。你先吃，幫我吃看看。哎，聞起來很香哎。聞起來是香的。你說的對。酸的。它是酸的，可是它那個酸是可以接受的酸一點點。不會像那個白醋那麼酸的。會。沒有到白醋那麼酸，但吃起來是酸的。我覺得是好吃的。好吃的。它好像有一個別稱，又叫土菠菜。哦，菠菜是不是？嗯，菠菜好像也有點摳味嘛。會像嗎？你覺得？我是沒吃到苦哎。對。然後跟你講一下，我們這一塊羊體呢，我是在水溝裡採。哎，那我還是。不會啦，那個算是乾淨的溝渠，那是他們在灌溉的水沟。不會，算很乾淨，乾的。所以我覺得這道意外好吃。好吃哦，可以。好，那我們來試試看下一個，就是那個我們之前還記得狗尿菜很好吃嗎？好吃。對，我們來吃狗尿菜的好朋友。誰？就是灰綠梨。灰綠梨。我們也拿來炒蛋這樣子，看會不會跟狗尿菜一樣，口感不錯，嗶嗶啵啵的這樣子。應該會吧，它有花。我覺得有吃到這一道，我覺得這一道就好像輸了。所以你觉得羊體會比灰綠梨還好吃？好吃。哦，這一道我就有吃。可是灰綠梨它也是人家俗稱的灰菜的一種，它是叫灰菜是啥？就是它們是一種，有大概有5種蔬菜會被稱為灰菜的。什麼意思？就是它們的總稱呢，就是它的那個葉背像灰的。哦。对，然後它又叫做鹽灰菜，因為它可以在鹽地生長。我今天對這一道還好哎。還好。但也不難吃啊，我看你一直在吃。也不難。你很奇怪，你一直說它難吃，你就一直在吃，那到底是好吃還是難吃？就比起這一道菜，這一道就第2名這樣。也不錯啦。如果便當有放的，你會吃完嗎？我會，我覺得還越吃越少吃。好，那我們再來試試看那個糖葛菜。前面吃覺得還蠻好吃的，後面吃很苦，會開始那種苦韻慢慢的出來，沒有像苦瓜的苦那樣，其實它會釋放出一個很奇怪的味，它自己的味道。對，那個尾韻我不喜歡。它那個我看網絡上他們香港人的做法，他是把這個糖葛菜，然後跟那個什麼豬肝啊、魚那一類東西去煮成湯放在一起。對。那他們會吃那個菜嗎？我不知道他们會不會吃啊，他就把它煲湯啊，他可能就是這樣當成像有一點點苦的菜這樣子，他可能煮過，味道會比較稀釋，就綜合那個肉的那個油分之類的。那我覺得這個怎麼樣？你喜歡的？哦，你喜歡啊？那我們現在試試看那個北水苦買，它既然叫做苦買哦，你還記得你之前吃過？那我們先不要吃這個。你之前是不是吃過中華苦買菜？就是小精英，然後那時候煮成茶，然後你一喝下去，整個就然後就是超級苦的啊！它也叫苦買哦，所以不知道會不會？要不要讓它放尾巴？放尾巴嗎？沒關係，你試試看嘛。不要嘛，先吃這個。那你們剛剛都沒有喝水，會不會苦味呢？我有喝。我沒喝。但是你知道，現在嘴巴整個腔裡面都是這個的味道。尾韻都是那個味道，就我講不出來，它也不是怎麼怪味，但是它就是有一個屬於它的味道一直在口腔裡面。我是覺得它先吃下去之後苦，然後之後慢慢的就變甜，就很想要吃，很想要再吃。好，苦買菜，北水苦买。你吃那麼大口，好，吃了。勇者就是要這麼大口吃。要不要吐掉？他騙人。一開始吃下去很好吃，後面就變他
釋放的那個苦，哦，不行啊！所以你們跟苦買菜家族都是不合的。那尾韻哦，它前面感覺沒什麼，好像還可以嚼一下，感覺很好吃的感覺。嚼，然後它的菜是那種很油澀澀的，然後到現在整個苦味就這樣慢慢的開始放給吧，然後啪，我的喉嚨好痛。苦味狀，我不敢吃很大口，你吃那麼大口。那個它的苦味，你覺得它的級數跟山苦瓜來比的話，有到苦瓜那麼苦嗎？像苦瓜這樣子，直接生吃苦瓜的那種感覺。如果以我對苦瓜的印象跟它，你觉得誰比較苦？我覺得是不一樣的感覺，不一樣的風格。对，都苦，還是誰更苦？我覺得它更苦。這麼厲害哦！不要吃它了啦。那我下次採苦買菜這一類的東西，我再跟你提醒一下。不要了啦，就反正苦買菜類的都是苦，幹嘛還要採？就它有它的藥理作用，它其實是藥草。所以我們這樣講了，我們拍野菜拍到後面我們都會遇到很多都是藥草，就是它平常不是拿來吃的，就是拿來做什麼一些功用，它有它的功效啦。是啦，对，但是就是，但可不可以以後不要再吃这個？我要看我遇到什么，除了苦。可以，就是不要苦，什麼都好，這樣酸的啊，還可以。有啦，那個羊蹄好，聽說不錯嘛。對啊，真的還不錯。第1名。好，那我們再來吃最後一個，就是那個清明節清明節阿嬤做草仔粿會用的薯蕖草。香的哎。好像很刮可是我看他們做草仔粿這麼刮也是做只是把它弄得很碎。就沒辦法咬進去啦，太刮了。但味道，它的水的那個味道，我也吃不出有什麼。沒有啊，我們記得我們吃草仔粿的時候，不是有一個青草芳香？它是不是那種青草芳香版？還是它就是沒有味道？但我覺得它是沒味道，主要它的那個水分很多水分很多，就咬一咬，然後就會出汁這樣。不然就搖一搖配配啊，薄薄碎碎配配。我得沒敢過。它有什麼特殊的味道嗎？沒有，它是一個和平的朋友，和平的好朋友。菜是毛的。對啊，它上面都有毛啊，細毛。好吧。然後我們炒太油了。我以為。我跟你咬下去，然後喉嚨。野菜就是要炒得很油啊，因為。對啊，網友說要炒油才好吃啊。對啊，因為野菜很多都毛毛的什麼的。很乖你們好奇怪啊！你們說它不好吃，那你就一直咬這樣。我就想吸它的汁，就又有加鹽巴，然後鹹鹹的，然後咬，然後它的水分出來，就覺得還蠻好吃的。好啊，那這就是這一集的野菜推薦給你們。那喜歡我們頻道，記得幫我們按讚、訂閱還有分享，不要忘記打開小鈴鐺。我們是探路者，進入你的世界，拜拜。